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我们讲一下5代的森林派系。森林做完，下一期就是学院。如果数据不错的话，不会等太久。英雄无敌5代森林这个派系和3代的还是有一点不一样。矮人从4代离开了壁垒去塔楼之后，到了5代他们分出去单干了。而半人马此后也是一直待在据点派系。5代的森林无论是城镇 BGM 还是布局都无可挑剔。听着这个 BGM 就有一种小时候看人与自然的感觉。5代的森林除了老树之外，他们的平均主动性都非常高，前期的输出也有每代都发挥非常稳定的大地，再加上5代的精灵族颜值都普遍很在线，所以说毫无疑问5代里面喜欢森林的玩家不在少数。精灵的独特种族天赋是复仇，这一点和中古战锤里面矮人的仇恨之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仇敌系统的原理整体上比较简单，就是你一旦消灭了一定数量的某一个单位之后，你就可以把它列为仇敌。一个英雄最多的仇敌可以有4个，如果到了大后期你和某一个派系决战的话，你有4个他们族的仇敌，那结果不用我多说，精灵族在5代后期决战的能力也是有的。但是美中不足的是，仇敌系统在你前期开荒的时候还是不大容易上榜的。但是森林表示这都不是个事儿，开荒我有大地。这个仇敌系统用2个字概括就是麻烦。相比较之下，7代精灵的种族天赋就好得多。魔法的构成也是以光明和破坏系魔法为主。在做视频之前，我一直以为精灵的主要偏好是召唤系，现在看来很显然不是这样。精灵族的英雄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他们防御力和知识的成长比较高，相应的他们的攻击和力量成长比较低，基本相当于3代驯兽师和德鲁伊的混合体。小的时候也是比较喜欢玩森林，玩森林除了非常好用的精灵射手之外，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一级兵。5代的这个整体画风可以把一些兵种画得非常漂亮。当然呀，这个5代的花仙子和3代的那个相比还是小有不足，毕竟3代的小蝴蝶唯一能够制约它颜值的只有画质。5代的花仙子在没有升级之前，它就可以不受反击，攻击范围也是有3个格子。由于它主动性和速度都很快，外加不受反击，拿去开荒非常不错。但是产量和超低的生命值无疑使得花仙子在后期非常脆弱。花仙子的第一个升级是花妖，当时我还没有玩过什么高画质的游戏，当我第一次看见这个生物的时候，那简直就是简直了。尽管英雄无敌5代的画质在现在来看有一些落后，但是在当初它的画质绝对是降维打击。升了级之后，一个1级兵居然有15点的主动性，并且它还可以释放蜂群和魔法净化，其中这个蜂群技能如果花妖数量少的话，效果非常明显。一直以来森林的开荒都不需要我们操心。它的第2项升级是灵妖，升了级之后杀伤力增多了，但是主动性不如花妖。这个兵种呢，就是有一种明明我觉得花妖颜值高，但是我就是喜欢灵妖。毕竟呢，这个颜值高不等于喜欢。灵妖和树精可以有一个配合，就是每场战斗灵妖都可以治疗和复活友方的树精，并且灵妖本身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技能复活的。花仙子和2个升级都是前期开荒非常猛，到了后期突然人间蒸发。这个兵种产量非常的低，而且生命值只有6点。咱们打电脑的时候肯定会尽可能的降低损失，所以说到了后期花仙子如果还存在的话，那就直接升级成灵妖吧。2级兵剑舞者，单看属性的话，它在2级兵里面名列前茅，生命值在10点以上，主动性11点，速度6点。但是呢，这个兵种似乎也没有什么用，它的定位有点像3代据点里面没有升级的狼骑。说它跑得慢呢，它比强哥、长角恶魔这种快很多。说它很肉吧，顶了天也只能说它是不脆。更加有戏剧性的是，如果你开荒碰见一组野怪，你的1级兵和3级兵搞不定，那个时候你把剑舞者带上，大概率也是搞不定。它的第1个升级是战舞者，颜值确实是非常高，特技也很猛，但是呢，没有但是了。这样的兵种放在3代的话，或许还有表现的机会，只可惜它在5代。它的特技战舞组合技足够的花里胡哨，后期决战的话数量上去了，来一刀还是不错的。尽管这个战舞者没有什么致命的缺点，但是风舞者对于我来说可以更加的海阔天空。看一下风舞者的属性是不是就舒服多了呢？我在玩英雄无敌的时候，自己的部队是能少死绝不多死，所以说我就非常喜欢这种又肉又有输出的兵种。尽管这个风舞者也并不是很肉，但是它有一个特技，就
就是他每移动一格，在本回合当中就会提升2点防御。无论是冲进人群里砍人，不建议这么做哈，还是和3代骑士那样转一个圈攻击敌人，都是非常不错。它的属性和产量都不是它的问题，它唯一的问题就是前期开荒有它没它一个样。接下来就是森林的第一大核心精灵猎手。5代的精灵射手可以说是把玻璃大炮演绎的淋漓尽致，不需要升级就可以连射2箭，但是它的生命值只有10点。这也就是说，如果2组精灵都射直箭的话，100个精灵可以轻松的射死100个精灵。由于它的攻击非常的恐怖，所以说呢，它的仇恨值很高。你玩森林打野的时候，最不愿意碰见的就是敌方的法师单位还有远程兵。你只要碰见这些单位，比如说什么法师、德鲁伊，你的精灵一定会死一大片，并且你基本没有办法预防。所以说精灵猎手要想攒出相当的数量，比3代还要困难。所以说我们一般玩家在玩森林的时候，就祈祷着精灵猎手可以晚一点全军覆没。第一个升级是猎手头领，它不仅提升了攻防伤害，还提升了4点生命值。这个兵种如果射直箭的话，2箭下去，它的杀伤力就相当于10到16点。除此之外，他们的攻击也有一定的概率能够打晕目标，是不是感觉这个兵种非常的变态呀？在没有见识过精灵的第2项升级之前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5代的2项升级都比较有特色，但是一种完爆另一种的非常少。东方部落版本密剑手问世之后，猎手头领基本是没有出场率了。这个兵种真正做到了除了脆，它没有任何的缺点。3代的幻影射手见到它都只能大呼当初我设计的保守了，野萌巨兽见到它都只能感慨一句，这个破防还能这么玩呀。8到9的杀伤无视距离限制，并且忽略敌方75%的防御。用脚后跟想也知道，这种兵种在决战当中它的处境不大妙。你要是敢让这样的一个单位活过3个回合，这个决战你也不用打了。这个兵种对方带你很难受，你自己用也很难受。它仇恨值高的离谱，死起来非常的快。如果某张金矿的守卫恰好是德鲁伊或者法师这种单位，我劝你好自为之，不要再犯这样的聪明。德鲁伊这个兵种也是老朋友了，他在2代就有登场。它不仅是一个射手，还是一个施法单位。没有升级之前，它可以放2个法术，一个是初级版本的霹雳闪电，还有一个高级版本的坚韧不屈。可能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大家没有注意到，就是这个单位作为一个远程兵，它居然有34点的生命值，肉装弓箭手了，属于是。你猜我喜不喜欢用？尽管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版本的问题，但是经过多方查证，我终于确定了一个事实，就是它升了级少了1点生命值，升了级之后多了一个乱石穿刺的技能。原来的霹雳闪电和坚韧不屈它也依然会释放。5代的这些会使用杀伤性法术的兵种都是少的时候非常超模，数量一多了它就没有什么用了。这样的设计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故意来恶心玩家。如果守金矿的是10几个、20几个德鲁伊长老，你不死也得掉层皮。第2个升级是战斗力强化版本的高阶德鲁伊，它的魔法只有一个坚韧不屈，一般游戏里面每一个施法单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升级。看来设计师也是清楚的明白，这些施法单位到了后期，他们的破坏魔法基本没有伤害。他们有一个魔力给予的技能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游侠英雄力量不够的情况。德鲁伊这个兵种就是典型的，它不升级你觉得它很肉，升了级呢又觉得它很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德鲁伊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单位。然后是5级兵独角兽，独角兽在5代从6级兵变成了5级兵，原因是人家老树高升了，所以说独角兽只能下来。独角兽在精灵里面也是比较关键的，它有57点的生命值，完全不算是一个脆皮。正堂的牧师表示，对，我80点的生命值，静静的看你装逼。独角兽在5代抗魔光环的概率变成了30%，布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它和大地放在一块儿。第1个升级是银色独角兽，就是独角兽的强化版本。这个升级可以说是质变，提升了5点攻防，生命值也提升了20点。除此之外，它的抗魔光环也是依然存在，并且多了一个市民攻击的技能。独角兽这个兵种，只要它出现，无论是3代还是5代，就2个字：可靠。并且5代的独角兽造型也是非常的拉风，一看就是非常有力量。如果你在玩独角兽的时候想整个花活，建议你选择第2项升级。作为神圣独角兽，生命值更上一个台阶，变成了80点，伤害浮动也是非常的恐怖，是9到24。它比第1项升级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光明追随者的技能，
就是除了伤害性的法术之外，只要任何的生物施展光明魔法，独角兽同样也会生效。一旦你的英雄会释放复活技能之后，你一定要把它升级成神圣独角兽。巧合的是，森林族的独角兽少女开局也有一个光明魔法，想要完成这种combo并不困难。总体而言，独角兽颜值高，技能很好，而且相当可靠。其他的兵种肉只图一乐，真要肉还得看咱5代的老树。这个兵种你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走得很慢，但是属性很高的兵种。老树的速度其实并不是很慢，主要是它的主动性只有7点，但是转眼一看，它的生命值有175点，完全是个小7级兵的水平。但是作为一个6级兵，它的最低杀伤力居然只有个位数。技能方面，除了肉盾的招牌技能激怒之外，3代的纠缠根须在5代也是继承了。由于5代的老树它的主动性很低，所以说它移动的次数很少。所以说如果你用老树的话，一旦缠住一个目标，那就是血赚。毕竟以老树的这种肉度，敌方想要瞬秒它是不可能的。即使是被瞬秒了，估计森林玩家也会偷着乐出来。这可是几千点的伤害呀，你打谁不好，非得打老树。如果说老树在没有升级之前，它的属性还不够夸张，那么你看这位，他在升了级之后，防御力居然达到了29点。除了攻击力稍显颓势之外，老树基本可以以假乱真成一个7级兵了，并且这个兵种一旦是等待或者防守，它的防御力就会提升50%，并且还获得一个无限反击的技能。一旦有部队不幸的被远古树精缠住，你打它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。尽管远古树精是一个合格的肉盾，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玩家还是不喜欢用它的。主动性这么慢，仇恨值这么低，你带出去和一个电线杆子没有什么区别。所以说远古树精只图一乐，真看输出还得看蛮荒老树。俗话说，不想当先锋的树精不是好树精。狂暴树精终于多了一个技能，这是一个不可逆技能，你一旦开启就会降低1半的防御加在攻击力上，并且这场战斗会失去树藤缠绕，但是相应的会提升5点的主动性，再加上狂暴树精本身不会被迟缓。所以说一旦开启这个技能之后，狂暴的老树还是很恐怖的。别的不说，最起码在决战当中它不会成为一个电线杆了，并且老树狂暴之后，它即使是防御力下降了，但是它和灵妖也是可以相互回血的，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灵妖死了一大半，老树毫发无损的情况。我相信我说了这么多，还是有朋友发弹幕说我就是不想用。5代的森林比3代强的地方在于他们的7级兵非常好出。尽管绿龙同学长得非常丑陋，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属性很扎实，没有升级就有200点的生命值，而且12点的主动性，8点速度。到了5代，绿龙和黑龙算是彻底分家了，长得完全就和没有血缘关系一样。一个生命值、速度、主动性都非常不错，而且很好出的7级兵，就算他是个白板，他也非常好用。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了，就是这个绿龙他没有魔法免疫。没有是好事呀，它不至于像3代那样吃雷鸣爆弹不吃复活。第一个升级是翡翠龙，升了级还不如不升级，更丑了。颜值倒是可以接受，主要是这个颜色实在是一种灾难。升了级之后，速度达到了9点，主动性14点，并且它对土系魔法免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5代复活变成了光明系的魔法，所以说你还是可以复活的。但是不得不说，它除了主动性和速度之外，被隔壁的黑龙暴杀。黑龙的杀伤力45到70，红龙是45到60，而我们的翡翠龙同志呢，则是33到57，真的是有零有整的呀。第二个升级是玻璃龙，别的7级兵升了级之后都会提升生命值，而绿龙这边比较的平稳，通通的200，连1点生命值也不给你提。绿龙的2项升级，它的吐息方式可谓是花里胡哨，真要用的话，你套个活力再生，它冲进敌阵里面当搅屎棍还是不错的。5代的森林兵种和3代相比更加的完善，但是也更加的极端，最起码5代森林的顶级兵不再是个弯囊废了。咱们来看一下森林族的英雄，首先是戴雷尔，你以为他是个花妖特，实际上他是一个蜂群滋扰特。开局是初级复仇者外加初级召唤魔法，这个蜂群滋扰在游戏里面是一个1级魔法。横向对比一下3代的萨利尔的话，很显然他的加成没有萨利尔高。一开始还学了一个符咒大师，他的特长和其他的魔法特差不多，他的等级越高，释放蜂群的时候力量越高。这也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，前期用的话这个特长相当于没有，后期用蜂群滋扰多少是有点小材大用，所以说还是不推荐当做首发。
那么森林族真正适合当首发的是谁呢？他就是号称5代一沃的奥瑟，他开局是初级复仇者外加初级幸运树。5代的幸运树终于不再是个弯囊废了，甚至他开局还多了一个抗魔大法，和3代的抵抗力差不多。运气好的话，碰见棘手的敌人，人家放魔法，你还能烧死几个大帝。UP主是非常喜欢用远程兵种特开局的，而且奥瑟的部队全部都是精灵弓箭手，当之无愧的森林族最强开荒。有了精灵特，就有剑舞者特，他就是吉尔里恩，开局复仇加防御，并且他的初级防御学里面还多了一个抗魔保护的技能。这个技能和抵抗力有点不同，它就是简单的相当于增加了魔抗。但是剑舞者这个单位呢，前期开荒确实是有点小有不足，而且它也不像据点城坦克那样有一个战争机械学。平心而论，森林族如果学个战争机械学的话，作用非常明显。但是呢，游侠英雄学这个技能的概率很低，这位就更是重量级了。你单看他的特长的话，有点不知所云。开局也是领导术，甚至还多了一个募兵术，他是游戏里面少有的特长不和等级挂钩的英雄。他的特长是什么呢？他的特长是你的剑舞者、猎手和德鲁伊获得激怒，哪怕是个新手也知道没什么卵用。因为你达成这个激怒，你必须要阵亡一定的部队。精灵族的开荒不死人那是常态，如果要死的话，第一个死的也肯定是弓箭手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把一个肉盾的技能安排在了一个小脆皮和2个中脆皮上，能好用就有鬼了。这位就更不必多说了。开局初级复仇加初级启蒙，这个启蒙就是3代的学习能力。开局就有的话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关键是它的特长。3代深渊号角里面有一个学习能力特，就是直接把学习能力的效果翻倍。即使是这样，它的特长也是相当于没有。而咱们的温利尔同志则只是每升1级，在战斗当中获得的经验增加2%。无论怎么讲，在这个英雄身上你看不到任何的强度，因为他家的经验只能在战斗当中，你拉出去吃个宝箱的话没有任何的用。接下来是安文，开局复仇和防御。精灵族的前期，如果你能有个防御的话，还是不错的。安文的特长也是和种族天赋有关，一旦一个英雄特长的是本族的种族天赋，那么他的下限就可以保证了。他有可能是个神将，但是绝对不是个弯囊废。开局附带的技能依然是抗魔保护，它的特长就是每升1级，友方的森林生物攻击宿敌目标会提升2%的伤害，看上去确实不错。到了后期的话，伤害非常恐怖，但是还是那个问题，前期毛用没有，并且它也不是精灵族的最强后期，所以说很尴尬。接下来这位是与3代克兰齐名的鱼尔辛，他也是特长独角兽。尽管2个人都是独角兽特，但是颜值方面还是有点小差距。抛开颜值不谈，初始的兵力也是大相径庭，因为鱼尔辛开局有一个独角兽，像这种兵种特，如果开局就带一个他特长的兵种的话，那是相当的不错。并且精灵族是偏光明的，开局有个光明魔法也完全不偏，再加上鱼尔辛本身就特长独角兽，独角兽的一个升级还是和光明魔法有关，所以说它的质量放在森林里面也是不错的。最后是森林族的最强后期韦恩加尔，这个英雄除了前期比较疲软之外，到了后期那是无解的存在。他的特长比较简单粗暴，就是在对战当中第一轮他的部队会提升主动性。开局是进攻术带着战略部署，外加一个初级复仇者。这个英雄是典型的，你光看他的数值感觉不出他有多么变态，没用过的话自然而然的就会想，他的特长只能持续1个回合，也就很差呀。他的数值设计的非常保守，每升1级只提升 0.5%， 和3代的后期英雄钢板特相比，钢板特你可能10几级就能感受出他的肉度，而咱们的韦恩同志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大后期，玩中小图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奥瑟开局吧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谢谢朋友们。